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透过 Hub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收看113年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今天在田径的赛程来到了最后一天，第4天。那今天的转播服务是由我蔡怡景来担任主播。那也非常开心为大家继续来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副秘书长刘富福教练来担任我们今天的赛事讲评。教练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今天比较可惜哦，其实从一早在中部地区就下起了蛮大的雨势。我们今天在田径的赛程一样是在南投县立体育田径场来进行比赛哦。不过就像画面上现在有看到的，其实从一早就开始下雨的情况，不只是场地现在是非常湿滑的状态哦，其实现在也都还是陆续的会有一阵一阵的暴雨哦。所以现在的来看到天气的状况，24度跟前2天比起来，当然温度是降了许多。那湿度的部分来到92%。今天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其实在一些赛程的稍后在进行比赛的过程中，赛程上都会稍微的进行一点调整。那包括其实像是在直部的比赛，我们知道平时正常来讲的规则，通常选手都是要进行6次的试值才会决定最后的这个胜负跟排名。但是今天其实一早富福教练也很辛苦啊，忙着在跟裁判们沟通，那看看稍后是不是因为雨势的关系，会把这个试值的次数稍微下修调成4次，那让选手们能够比较快速的来完成比赛。对，这个是在规则上所允许的不是我们说裁判都是擅作主张譬如说像网球只要一下雨它就不能比赛，那田径下大雨或者雷雨，我们原则上是不会进行比赛。那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听障女子800公尺的决赛。我们今天先把镜头看到在竞赛场上，听障女子800公尺的决赛，稍后会有8位选手要来登场。好，这边也是跟前几天的比赛一样，让听障的选手们能够稍微适应一下这个起跑的号志。那虽然说在国内的赛事其实大部分都还是透过风鸣器来发动来起跑，不过在听障的比赛大部分还是会有这个视觉的辅助。那视觉辅助系统，我们在前2天的转播中也都一直有拍到，旁边有这个灯号，刚开始会是一个红色的灯。那在起跑之前，大家知道熟悉的这个口号预备跟起跑的那个枪声，它分别会是一个橘色的灯，有点算橘黄色的灯，然后起跑就是亮绿色的灯所以对听障的选手们来讲，可以透过灯号来比较明确的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要正式开始。他们原则上本来有8位选手参加，那当然其中有2位选手请假包括我们非常知名的选手台中市的许肉以及彰化县的萧安怡，所以现在场上要进行有6位选手参赛。选手们就位。起跑之前重新再稍微调整一次。正式起跑，听障女子组800公尺的决赛。来看一下6位选手们的表现。现在在最外道是高雄市的薛玉清。道次介绍：第3道屏东县张心玲，第4道宜兰县陈云轩，第5道苗栗县陈文义，第6道金门县庄碧玲，第7道台南市林嘉文，第8道高雄市薛玉清。800公尺的决赛，因为是2圈的关系，所以不像前面我们看到的短距离的赛事是都必须要维持在自己的跑道上。内道积水，你看到前面2位领先的选手都是跑在外道都跑在第2跑道
那么领先的就是宜兰县的选手，他本来安排在第1道，那现在他是刚才起跑是安排在第4道，领先的是宜兰县的陈云轩。战绩第2是高雄市谢一清。哇，你看内道的积水其实是蛮严重的，对，终点那边非常严重。所以对选手来讲，当然直道的部分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进入到弯道的部分，还是会稍微选择在内道来跑。对。那进入直道之后，就可以根据场地的这个目前积水的状况，自己去调整一下，看是在哪一个跑道会比较顺利一点。那领先的仍然是宜兰县的陈云轩，以及高雄市谢一清。听障女子组在800公尺国内的全国纪录是2分41秒40。宜兰县的选手陈云轩现在要通过最后一个弯道。他其实转过来的话，正常就都是跑第2跑道，会比较好跑一点。最后直道的冲刺，拉开的领先幅度其实蛮大的，金牌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哇，秒数有点可惜，跟全国纪录其实相差的并不远，2分43秒62。哇，跟全国纪录只差了2秒左右。当然他们有的选手，你看在那边根本不可能跑内道。接下来，哇，其实2、3名之争是蛮激烈的。对，台南市的林嘉文。林嘉文在最后直道的冲刺加速，让他跟邱玉琴其实是蛮接近的，一起回到终点。再来看一次起跑，所以如果真的是有8个参赛的话，对第1道、第2道，尤其第1跑道的选手来讲，影响非常的大。所以裁判变成把第1道、第2道就调到2位没有参赛的选手的跑道。那如果是刚好8个，就内道非常的吃亏。接着我们要继续来看到的是听障男子组800公尺的决赛。听障男子组800公尺的决赛参赛的人数也是比较多一点总共有10位。对，其中如果刚才等一下第1跑道不用的话，会有的跑道站2位选手会有会有几个跑道2位选手同时来站在同一个跑道。113年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来举行。那我们在前2天的赛事转播中，其实也有稍微介绍到这个比赛。在国内最早呢，其实是民国63年的时候，国内有成立了中华民国伤残娱乐协会。那当年由台湾省政府举办了第1届的仁爱运动会，当时是在南投来举行的。那不过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全障运，它的前身要回溯到民国83年，当时第1届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我们来看一下听障男子组800公尺的决赛。文龙以及台北市高人杰目前已经陆续在进行了，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裁判以及工作人员。选手们稍微动动身子，适应一下这个下雨天的气候。在田径的比赛里面其实下雨的话，基本上是不会直接停赛的。那当然，雨势如果过大到会很严重的影响到选手的表现，还是会稍微的让赛程暂停下来。那当然，跟其他的户外运动都有共同一致的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今天有打雷、闪电，那因为安全性的问题是绝对会停下来的。好，那因为有10位选手来参赛所以在倒刺的部分，就像教练刚提到的，会有2位
选手必须要跟其他2位选手是并列在同一个跑道。对，目前画面上我们看到是第2道跟第4道。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裁判也有赤脚了。因为今天雨势是真的蛮大的，这边也是再次让选手们先稍微适应一下这个起跑的感觉。那刚刚也看到这个梁家兄弟党，梁子琪跟右旗，一个分别在第3跟第4道。今年是第16届的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那其实这个比赛在举办运动种类的项目到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田径的部分今天已经来到最后一天的赛程。有的没有反应所以又重来。刚才朱敬哲已经一马当先要跑出来了。第8跑到高雄市的朱敬哲也是大会暨全国纪录的保持者。重新的鸣枪，听障男子组800公尺的决赛现在正式开始。像教练提到的朱俊哲一马当先从起跑速度就非常的快。不过来看一下在内道的选手，这项比赛一共有来自金门的选手参加。金门县的选手杨天比，现在跟朱俊哲是并驾齐驱只维持在他身后。新北市梁佑琪，新北市梁子琪。来到第2个弯道，目前在场上还是由朱俊哲来领跑。对，这2位选手是在那么1500公尺获得冠亚军的选手。但是当然2个的秒数也是相差蛮大的。后面接下来是梁子琪他们2位兄弟。目前是高雄市、金门、新北。刚在400公尺的位置成绩大概是在1分钟出头。听障男子组800公尺的全国纪录是1分59秒06。今天虽然说是有下雨的情形，不过气温上也是有稍微比较下降一点。有的时候在气温下降，就算是稍微有一点雨势的，其实对选手来讲仍然是一个蛮不错发挥的环境来看一下朱俊哲，准备迈向终点，来看看最后的成绩会如何。没有办法来突破全国纪录，不过金牌已经就在他的面前，通过终点，初步成绩2分03秒76。然后第2的仍然是金门县的杨天比。来看一下新北市的梁子琪，第3位来通过终点。第4的是苗栗县莫宜伦。进行完听障男女的800公尺决赛之后，稍后我们要继续来看到的是视障男子组800公尺 T11级的计时决赛。
前2天的比赛中，也跟大家介绍到田径的分级赛制。T11到 T13级是属于视觉障碍，其中在 T11级是属于全盲的选手。那除了在这个医生的判定之外，因为11级的选手是属于障碍最严重的，所以在参赛的过程中，选手们是都必须要佩戴着眼罩或是眼贴，那以确保每一位选手是完全在黑暗的情况来进行比赛，是没有任何光线的。今年的全障运在南投来登场，主题是乐在南投。田径的赛程最后2天是在平日来进行哦，所以相对现场的观众人数是稍微比较少一点哦。不过其实我们在周末的6日的时候看到现场的观众其实是蛮多的。当然也是希望透过全障运让这个国内的身心运动、身心障碍的运动发展能够越来越扎实哦，有越来越多的身心障碍的朋友愿意投入这个体育的领域里面。今天现场的雨势是真的有点大，对，真的有点大。前2天其实也都是一早稍微有一点飘雨，但是雨势的影响其实并不是很严重。好，它是分为2组 ，T11级分为2组来计时决赛，也是刚才主播所提到的哦。那么因为他的情况是比较严重一点哦，所以一定要有人陪跑哦。那么陪跑员哦，现在裁判在跟他讲说，过了800公尺那边1500公尺那边有一个抢道旗哦，过了那边以后就可以开始抢跑道。这几天在 T11级的竞赛当中都有看到哦，选手们都是必须要有陪跑员在一旁。那选手跟陪跑员之间也会透过一个手环，2个人会牵在一起哦，让陪跑员能够引导这个视障的选手用对的方向来进行赛事。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新北市这个陪跑员哦，在正常比赛之下，他上一次的动作是有一点违规，他到终点的时候，快到终点，他就把那个手就放掉了。比赛现在正式开始，在内侧的是新北市的选手林信婷，外侧的则是桃园市的选手张瑞红。本项比赛共5位选手参加，分2组进行。过了这个弯道，的是第1组，就可以来调整一下跑道的位置。来自新北市林信婷及桃园市张瑞红。前几天也有提到，在视障组的竞赛哦，都会是由选手在外侧，陪跑员会是站在他的内侧。目前是由新北市的选手林信婷保持领先。他也是在200跟1500，他是获得第3名。在这个级别哦，总共是有5位选手分成2组来参赛，那是以计时决赛的方式来分出最后的名次哦。那么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可以看得到哦，现在雨势真的非常的大。通过第一个400公尺，时间1分26秒。桃园市的选手张瑞红也在1分41秒的时候通过了400公尺，还有1圈。对视障的选手，尤其是 T11级的选手来说，其实平常的
运动或是说训练，其实都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风险在的。那其实在国内的几间启明学校，许多的教练们也都是非常用心，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些视障朋友们在这个学校期间还是学生的这段期间，让他们能够投入不同种类的运动。那一方面当然也是帮助他们自己在身体健康上能够是稍微的去做加强，那另外也是能够让他们透过运动、透过比赛，找到另一个可以发展自我天分，或者是说可以找到自信的来源。新北市的选手林信婷马上要回到终点，来看看她最后的成绩。现在在直到最终的冲刺。顺利通过终点，时间是3分00秒86。它是分为2组，那我们看到名单里面第2组的名单，阵容是比较坚强的，实力是比较好。桃园市的选手张瑞红也马上要回到终点了。可以看到跑一跑，有的时候在方向上还是会稍微的偏移一点，所以陪跑员也透过2人之间的手环，不断的告诉他要往哪一个方向。顺利通过终点，恭喜张瑞红完成了今天800公尺的比赛。在全障运不同种类的运动赛事里面，并不是说每一个运动种类都会涵盖肢体、智能、听觉、视觉4个不同障碍类型的选手。不过在田径的部分是4个类型的障碍的选手，通通都会有参赛的机会。因为毕竟在田径的这个细项目是非常的多。接着要继续来看到视障男子组800公尺 T11级的计时决赛第2组，在这个组别会有3位选手要来登场，包括了稍后在第3道来出发新北市的选手李协欣，在第5道出发的台北市选手杨川辉，那另外还有在第7道要来登场的台北市选手古坤泰。那么杨传辉准备迈入第7金哦，看他这一能不能获得第7面金牌。正式起跑，视觉男子800公尺 T11级计时决赛的第2组正式开始。就跟在其他距离的比赛一样，杨传辉也是一起跑之后就一马当先，跟着他的陪跑员李梦佳通过了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也赶快移到了内侧。杨传辉参加过2016里约跟2020东京帕运，是2届的帕运国手。国际赛事的经验其实是相当多，不过最近的2年左右的时间其实比较没有参加国际赛事。那我们前面的比赛也有经常的聊到，其实对许多身心障碍的选手来讲，平时在生活上也都会有需要一定的帮助。不过杨传辉其实也真的是蛮厉害的，这一段时间也是透过跟妻子开这个按摩工作室，维持生计的同时，还要照顾家里年幼的小孩。通过了400公尺，迈向倒数第2个弯道。那对于视障的选手，尤其是在 T11级属于全盲类型的选手来讲，其实在不同种类的训练跟
这个运动的过程也都是非常的辛苦，尤其是最初期要学很多技术的过程，可能都是必须要透过触觉的方式，我摸着其他运动员的肌肉去感受这个发力到底是从哪边，怎么样去做这个摆幅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像川辉开始投入到田径训练的时候，对他来讲蛮重要的一点是，到了这个启明学校有这个他的启蒙教练的带领，那后来也遇到了这个我们国内跳远很长远的这个纪录保持人南慧芳教练，那也透过跟南慧芳教练的交流，那由教练带着他，让他摸着自己的这个肌肉去感受他的发力的感觉，那让川辉去练习跟感受到这个跳远到底是要如何来进行的。所以他跳远的成绩是非常好的。跳6公尺60不简单哦。通过了终点，成绩是2分39秒16。那么真的是第7金入袋。第2的是新北市的李协兴。稍后要继续来看到视障男子组在田赛的部分，标枪的 F11、F12跟 F13级的赛事。全障碍男子4×100公尺接力决赛，早上的11点半来进行，请教练、选手特别注意，也请在赛前的30分钟。其实在视障男子组 F11级的比赛里面，也包含了刚刚我们才看到比完800公尺的古坤泰。对，他800跑完又要回来准备比标枪。而且古坤泰其实刚刚是第一次试职完之后，中间赶快去跑一下800。对，所以选手要抓时间，什么时候请假，我要先去比哪一个项目。那竞赛时间是不等人的，所以你要在田赛要做一个拿捏。刚刚看到的是台北市选手林路遥的第2次试职，他的第1次试职成绩是22公尺86。下一位登场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选手王建立，他在第1次试职的成绩是24公尺28，占据第2。目前在这个级别占据第1的是刚刚跑完800公尺的古坤泰，24公尺29。哇，那2个的实力相当哦。不过大会纪录是由王建立所保持的，36公尺82。第2次试职的表现蛮不错的，来看看张良之后的成绩。桃园市选手张德霖，他是 F12级的，
他刚第一次的市值成绩是12公尺73。目前在 F12级经过第一次试值之后，领先是由台北市的选手江志忠保持的36公尺46。第二位登场的是台中市的选手吴俊德，他的第一次试值成绩是23公尺17。这边也补充一下，刚第一位登场张德霖选手第二次试值的成绩是13公尺96。现在要投掷的是标枪 F12级，目前要投掷的是高雄市的陈信文。陈信文刚刚的市值成绩是13公尺30。下一位登场要看到的是台北市选手梁耿静，第一次市值的成绩31.15，相当的不错。距离非常的远，要来看一下丈量之后的成绩。昨天的转播中也有介绍到梁耿静，他在上一届的全障运表现是非常的出色哦。上一届在台中的全障运，他个人是夺得了5金1银1铜。那另外他的妻子李怡慧同样也是视障选手，在上一届的全障运，他是个人包办了4面金牌，所以等于夫妻档是包办了9面的金牌。就来登场是目前的领先者台北市选手江志忠。仰角非常的高，不过要看一下距离有没有办法再突破他第一次市值的36公尺46。好，这边也补充一下，梁耿静刚刚第二次市值的成绩是32公尺20，所以目前仍然是排在第2位。那画面上带到的是在 F13级。稍后要看到新北市的选手吴农斌，距离其实也蛮不错的。吴农斌第一次市值的成绩是30公尺38，这次的市值感觉应该也是差不多。接着要继续在视障男子组标枪 F13级来登场的是台中市选手傅浩伦。
他的第一次试职成绩是30公尺36，所以跟吴农斌的成绩非常的相近。第二次试职，仰角虽然是高的，但是距离感觉没有第一次的远。吴农斌第二次试职的成绩是32公尺75，所以又比他第一次的试职成绩来得更好。接着要看到的是台中市选手黄家煌。黄家煌第一次试职的成绩是30公尺36。这次感觉距离稍微近了一点哦，可能在28、29左右。那也补充一下，刚刚傅浩伦的第二次试职成绩是28公尺71。继续来看到台南市选手张景祥。张景祥是选择不助跑的方式原地来直。其实在投掷的项目里面，包括像是在标枪，其实还是要有稍微一点助跑，是能够帮助他们在整个速度跟把枪送出去的力道上能够变得更大。对，一定要有做助跑的动作。接着来看到的是金门县的选手黄耀云。这次试职的表现是蛮不错的，应该是有来到26、27公尺左右。这个是桃园市选手宋文龙。仰角跟抛物线虽然是漂亮的，不过可惜距离上并没有非常的远。不过宋文龙也真的很聪明哦，他是在这个教练的带领之下，先到投掷线的位置，然后再自己用步伐往后走，去丈量他的助跑距离。宋文龙刚刚第二次试职的成绩是19公尺25，比他第一次15公尺57来得更好。接着看到的是台北市选手高仁杰。这一次看看有没有机会到29公尺、30公尺左右。他第一次试职的成绩是25公尺54，第二次应该是进步蛮多的。古坤泰跑完了800公尺。要回来继续回到标枪的赛场上。
确实补充一下，高人杰刚刚第2次试值的成绩29公尺77，让他目前在 F13级是暂时排在第4。古坤泰的第2次试值，他第1次试值的成绩是24公尺29。在田径的分级里面同一个组别里数值越大，代表它的障碍程度是越低的。所以同样都是视障的选手，11、12、13级来相比13级的选手们，他的视力会是当中最好的。那当然，这些分级的制度都是由专业的医生跟体位分级师去经过检查跟判定之后，然后来帮选手们做分级。看到在 F11级的标枪决赛要来到第3次的试值，画面上现在带到的是高雄市选手李瑶，第1次试值的成绩是12公尺00，第2次试值是失败的。来看看第3次的表现。虽然能够让身体稍微的助跑使力的距离并不远，不过还是有透过一个垫步的方式，尽可能的让标枪能够飞得再远一些。再来是台北市选手李路遥，先感受一下方位之后，再拿起标枪。是蛮早就把枪指出去的。来看一下这个距离如何。李路遥第1次试值的成绩是22公尺86。好，所以再次回到古坤泰，还要来进行他的第3次试值。因为中间有兼项去跑一个800，所以等于他回来补完他的第2次试值之后，跟第3次试值之间的时间就比较接近一点。好，刚刚李路遥第3次试值的成绩是23公尺48。在这个组别里面，目前李路遥是占据第3，占据第1是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古坤泰，他的前1次试值24公尺84。F11级的标枪决赛，第4位要来登场，看到的是同样来自于台北市的王建立，他的分数现在是占据第2，24公尺28。确认好方向，
简单的助跑之后，这一支的距离非常的远。这一支的标枪应该要去第一了。初步看起来应该是有29、30左右哦。古坤泰刚刚第3次试值的成绩是20公尺26，所以目前他的最好的成绩还是24公尺84。那就看看王建立第3次试值的成绩有没有超过。同时在场上 F12级的选手们也出来了。张德霖，桃园市的选手，进行他的第3次试值。哇，这边补充一下，王建立刚第3次的试值成绩是27公尺99，所以现在在 F11级的领先顺序变成是由王建立来保持领先27公尺99，再来排在第2的是古坤泰的24公尺84。现在现场的雨势又瞬间变大哦，可以看到这个帆布间的积水。另外，其实在画面左上角，刚才看到在这个铅球的部分，工作人员是很辛苦的，赶快要把一些积水给推开。现在的气温稍微上升了1度，来到25度，湿度90%。今天从早上开始，雨势就没有停过，而且也是忽大忽小，会有一阵一阵的暴雨。这边也要再次感谢所有的裁判，还有我们工作人员，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仍然是要维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高雄市的选手陈信文要来进行他的第3次试值，上一次试值的成绩是3公尺30。我们在一旁的摄影师辛苦你了。接下来是台北市的梁耿金。梁耿金前一次试值的成绩32公尺20，看看这一次能不能够再度超越30公尺。很长的助跑，漂亮的出手，这次距离很远。在界外，可惜在方位上是有一点偏掉的。哇，要不然这次的距离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那么当然要比江志忠好是比较不容易啦。来看一下江志忠第3次的试值。重新调整一下。哎呀，这一次一出手就整个就滑掉了。江志忠是我们国内在视障标枪非常知名的选手过去国际赛事的经验其实也非常的多，包括他曾经在2000年的雪梨帕运上，在视障组的F13级标枪是以57公尺28，当时打破了世界纪录，同时也拿到金牌。
画面上看到的傅浩伦是台中市的选手，这是在 F13级。台中市选手黄家煌，黄家煌在第一次试只有直出30公尺36。第三次试值的表现应该也是在28、29公尺左右。前一位台中市的选手傅浩伦第三次试制的成绩是30公尺83，那这个成绩也让他目前在 F13级的组别里面是占据第2。他其实跟吴龙斌两个在上一届两个是获得冠亚军。台南市的选手张景祥，张景祥前一次试值的成绩是16公尺23。接着看到金门县的选手王耀云，现在看起来雨势可能比较小一点了。这个暴雨都是一阵一阵的。所以其实对户外运动的选手来讲，适应天气也真的是他们在比赛中需要临时去调整、临时应变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对，所以有时候在正规的选手，有时候他碰到下雨天，他也是要训练，没错。有时候也是要去适应这种雨天的一个状况。接着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选手高仁杰，目前的成绩占据第4 ，29公尺77。好，让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竞赛场上，我们要来看肢体障碍男子组 T34级800公尺的决赛。
在这个组别里面哦，稍后是会有3位选手要来登场。好，现在场地正在整理中，那我们也先透过这个时间来回顾一下刚刚前面标枪的精彩画面。颁奖颁发听觉障碍男子800公尺决赛，邀请到清水国小田志顺校长为我颁奖。第3名新北市梁子琪，成绩2分13.85。第2名新北市梁建平，成绩2分18.33。恭喜第1名在不残人这项夺冠军，来自高雄市的朱俊泽，2分03秒76。也是个人在我们的800、1500、400公尺花板都拿下金牌好手。
收到。自己障碍男子800公尺梯32级决赛，我们领先的选手台中市王君彤即将抵达终点，选手加油！加油加油！赛场成绩1分10秒，11分0秒左右。在一线黄建明，台中市何东儒，好，我们恭喜选手顺利完成比赛。欢迎回来！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田径赛程来到了最后一天，我们接着要继续来看到的是在肢体障碍男子组800公尺梯34级的决赛。在这个组别，稍后会有3位选手要来登场，包括的是在第3道屏东县的选手郑志强，第5道桃园市的选手刘新奇，以及在第7道台中市选手陈玉豪。这个组别目前在全国纪录的部分是4分56秒83。比赛正式开始，来看一下3位选手的发挥。好，那项目在进行的是竞赛项目第47场次，这是在男子800公尺梯34级决赛。这项比赛有3位选手参加，分别是来自屏东县郑志强、桃园市刘新奇以及台中市陈玉豪。目前是以桃园市的选手刘新奇保持领先。因为他800公尺
过了第一个弯道就可以抢跑道啊，但是刘星奇不晓得要抢跑道，但是他的这个轮子跟其他的比的话，他其他2位选手根本没办法比。本来大会纪录是由陈一豪保持的，而且陈一豪在这一次的100、200、400，包括呢3铁都拿冠军。那么刘星奇这种车子的话，那其他选手应该跟他没办法比，而且他还一直维持在第5跑道他没有想到说这个是过了之后就可以抢跑道在第4。通过400公尺的时间是1分50秒，还有1圈。不过，就像教练刚提到的，刘星奇还是一直维持在他原本的跑道上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他是可以用现在换了，进来了。对，刚刚也是稍微有透过在弯道的时候回头看一下后面的选手，才发现说，其实可以抢跑道不过我不晓得为什么他如果照道理讲，那么陈一豪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手，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会在轮子的时候，车子为什么没有使用这一种？因为台中市的陈一豪他在3铁都拿冠军嘛，那在100、200、400也都他拿冠军。所以像这个可能以后还要再去了解，为什么他的车子跟其他会不一样？在竞速轮椅的器材方面其实也是需要花费蛮多的金钱。对啊，因为他这等于是一个竞速轮椅啊，他们的比赛椅子为什么不是这一种所以我想，像我的话还是要去了解这一种，因为像他这样的话，纪录是破的蛮多的。刚刚有提到原本的全国纪录是4分56秒83，我现在看到刘星奇就算他的第1圈其实自己多跑了蛮多的距离因为一直维持在他原本的跑道，并没有抢到内侧。不过现在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能够一次刷新全国纪录非常的多现在又开始在飘起来了。来看一下通过最后的终点初步成绩3分56秒16，恭喜刘星奇打破了这个级别的全国跟大会纪录，同时也收下了金牌。等于快了1分钟了，所以我可能这个项我可能还在请教他们，为什么他是用这种静式轮胎静式的车子。现在这个就是大会纪录保持者台中市的陈一豪，他在这一次的100、200、400还有3铁全球铁饼标枪都获得冠军。这个还在请教别人。好，陈玉豪也通过了终点。最后来看到屏东县的郑志强，用尽全力，马上就要回到终点了，剩下最后直道的冲刺。而且郑志强没有佩戴手套，但还是很拼命最后只差一点点。恭喜屏东县的选手郑志强顺利的通过终点，总算完成了今天800公尺的比赛。看表情就知道很累很喘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到肢体障碍男子组800公尺 T51级的决赛。在田径的分级里面呢，51到57级的选手是需要借助轮椅的肢体障碍。那同时这边也跟大家补充一下在今天田赛的部分因为雨势的关系所以有部分的赛事原本的这个6值会改取采4值的方式来决定最终的成绩。今天因为从一大早，其实在中部地区就是一直在下雨的。不只是在南投，其实今天包括在台中市也一样，其实雨势都还蛮大的。那不过所幸的是，来到了差不多9点10点之后，其实虽然还是有下雨，但是至少是没有继续打雷跟闪电所以在安全上目前是都还可以来进行比赛的。这边也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在标枪 F12级的江志忠，刚我们有提过国际赛事经验很丰富的前国手江志忠，在第4次的试值是掷出了41公尺04的成绩，突破了40公尺的距离，当然也是在 F12级目前是高居第1。那在 F13级的部分，目前仍然是由吴农斌来保持领先，他的最好成绩是32公尺75。F11级的标枪的部分呢，保持领先的则是台北市的选手王建立的27公尺99。当然王建立目前这都是上一届的冠军，王建立也是一样包括吴农斌都是一样。那同时要顾标枪跟800公尺的古坤泰比较可惜他在800公尺跑完回来之后，虽然第2次的试值是有掷出24公尺84，排在第2的成绩不过第3、第4次的成绩就比较下滑一点，也可能是中间因为有肩项的关系所以在体能上还是有一点受到了影响。这边也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到目前为止的这个奖牌统计数。现在在所有的项目的加总，目前在奖牌的这个奖牌榜上高居第1的是台北市。台北市总共拿了197面的金牌、104面的银牌和50面的铜牌，加总现在是高居第1。那今天还会再有49面的金牌诞生所以台北市应该是蛮有机会在金牌数会突破200面。那目前排在第2的是台中市，79面的金牌、87面银牌和48面的铜牌。台南市排在第3，57金、54银和49铜。这一次的全障运申办这个承办城市南投县目前是排在第11，有12面金牌、16面银牌和8面的铜牌。其实全障运对国内的身心障碍朋友们来说，其实真的是很重要一部分当然是要为了实现自我来争取一些自己设定的目标另外很重要比较务实现实层面的，当然就是奖金的部分了。对现在真的比较刚刚主播提到比较务实
奖金对选手的来讲诱惑力真的蛮大的，而且它是2年举办一次，也是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其实国内很多的这个全国性的赛事其实对选手来说都是必须要来争取奖金的很重要的环节。那因为这些奖金其实对选手来讲，一部分当然可能是他自己本身生活上的津贴，那另一部分也是他如果要延续他的训练上，一定会需要更多的这个费用那对尤其身心障碍的选手来说，平常可能都还是有兼着其他的工作，并不是专职的运动员，所以其实要在工作跟训练之余去找到一个平衡，其实本来就已经是一件很辛苦不容易的事情了。没有错，因为其实大部分的选手都是有工作的大部分选手都有工作，而且如果你像近视轮椅的话，那个近视轮椅的光是器材的部分，对，光器材的费用就非常高。你一般的选手，你如果没办法拿到前3名，光你要去买那一部车子的话，你就要花费10几万到20万的一个经费。那这个其实也都是选手们必须要自掏腰包，透过自己想办法去筹到这个金额之后，才能够去增添他这些器材所以当然也希望说，除了有这个各县市跟政府这个中央的关注跟帮助之下，能够让我们身心障碍的运动员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另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未来都能够有更多的企业来投入，来帮助我们身心障碍的选手。那因为企业的加入，其实是能够在整个市场上有更多的这个扩展性没有错，现在其实蛮多企业都有投入这一块。那当然，如果以这样来讲因为我们企业投入蛮多的种类，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关注到身心障碍这一块这样的话对选手来讲会帮助很大。目前国内我们有好多种类优秀的运动员都有企业在赞助都有企业在赞助。没错，其实我们常常也都会透过去看一些不管是欧美或是亚洲其他的体育强权的国家，他们的一些实际的经验或者实际的操作模式，那看看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去效仿去学习的。那其实在很多体育发展比较先进的国家，尤其是欧美其实他们的这个企业投入的比例是非常高，甚至是高过于他们政府非常多倍所以这个企业的加入跟民众的重视程度，如果能够一起来提升，其实对国内整个体育环境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没有错，所以刚才主播提到这一点那真的有一些东西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有一些东西值得还是我们国内要学习的地方还是很多就像是我们前面也提到应该是昨天的转播中有提到这个如果比马拉松的赛事其实国内可能对于这个交通的封路都还是会比较多的怨言，或是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但是其实在运动的气氛比较盛行的国家其实不管是路跑的赛事、马拉松，或是甚至像是公路自行车等等的比赛，其实对很多的民众来说，就算封路，就算他们平时生活的交通有一点受到影响，但他们都是非常愿意这些国际赛事来到自己的家乡来举办，那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些国际顶尖的选手。那么因为在国外来讲譬如说像马拉松那几个4大马拉松来讲，他们几乎是夹道欢迎那很重要一点，因为在国内目前说真的，我们礼拜六、礼拜天还是为了生活在打拼，但是在国际上有比较先进的国家，他们礼拜六、礼拜天几乎都是休闲，几乎都是放假不像我们公司工厂还要在上班还要在加班，那无形当中就影响到他要上班，他要工作所以这也是整个生活环境文化的不同。画面上现在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铅球 F46级的决赛。在铅球的部分就是因为雨势的关系，所以稍后只会进行4次的试值。对，而且我们今天的比赛都稍微有点提前譬如说像我们 F46级应该是在10点半比赛，那因为为了让不要有时候受到雨势的影响，所以只要可以进行的话，我们就会稍微提前。那当然提前的部分也是要选手都能够到你不能说
我比赛时间你帮我提前，那我没有到，你还是要让他来比赛。我非常难得看见了穿雨衣在比赛。对。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特殊。F46级，我们总共有8位选手来参赛。那么大卫纪录是台中市的林佳妍所保持的9公尺34，也是接下来要夺取的这位选手。接下来马上就是台中市林佳妍。刚刚的是直成绩7公尺38。接着登场的是台中市选手梁家昌。田径的分级制度里面40到47级是属于肢体障碍，那平时的生活是应该说是平时的比赛是不需要借助轮椅的这个肢体障碍。51到57级才会是坐在轮椅上以轮椅来进行的肢体障碍。那其中在45到47级是属于上肢功能的障碍。接下来要夺取的是台北市的杨振龙在本次的赛会表现也是相当的亮眼。投掷的距离非常的远第一次试纸的成绩8公尺23。接着是新竹县的选手詹祥清进行第2次的试纸。其实他没有必要，因为做旋转的动作，他刚才本来想要做旋转的动作那其实那个技术上是非常困难的。在铅球的动作当中，如果有加上旋转的话，当然是能够为他在往前推的过程中带来更多的力量。不过选手当然还是要考虑到自己身体的状况，看有没有办法来执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刚刚看到的是苗栗县选手何旭村。成绩虽然跟其他选手会稍微有一点差距，不过能够这样带着笑容来比赛，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开心的，能够来参与今年的全掌运。
台中市选手林克俊。他在第一次投掷，投掷的不是很理想，在第一次感觉上他有点懊恼。一旁的教练也是赶快帮他把一些场地上的积水给扫开。梁家昌，试掷失败。明显的选手陈瑞婷，这一次是直到了边线外。屏东县的选手古连潮，7公尺10。接着看到台北市的选手杨振龙，7公尺97。今年全将运在田径的赛事是来到了南投县立田径场来进行。今天一大早就不断的在下雨，现在还好的是雨势有稍微变小一点了。他现在也是投掷4次，所以现在2次完了以后再排戏。
今年2024年夏天，除了会有巴黎奥运之外，巴黎奥运结束之后，紧接着巴黎帕运也会继续来登场。今年其实在巴黎奥运跟帕运的这个吉祥物设计上，跟过去几届稍微比较不一样，比较创新的是，这将是第一次奥运跟帕运会使用同一只吉祥物。那唯一的差别当然就是他们身上的装扮是不太一样的。在今年的这个巴黎帕运的吉祥物上，可以看到它是穿戴着一只。这边先来看到苗栗县选手第3次世职的表现。非常开心的完赛。那虽然说在国际赛事当中，我们知道奥运完接着会有帕运，那有身心障碍的选手是能够参与这个帕运的赛事也算是在身心障碍运动领域国际赛事的一个最高殿堂。但是其实还是有不少这个身心障碍的选手参加一般的夏季奥运，而且甚至有夺牌的记录。那包括其实在帕运行程之前就有好像是德裔美籍的体操选手 George Easter 曾经是带着一只的义肢参加1904年的夏季奥运，那在体操的部分是拿下了3金2银1铜的好成绩。所以身心障碍其实对一些选手来讲，虽然他跟一般的选手相比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挑战跟考验，但是这些也都并不是说他们在挑战荣耀、挑战极限上的一个借口其实也都是每一个人会要去面对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生经验。对身心障碍的选手来讲其实虽然会面临到一些训练上的困境，但是透过努力的训练，都还是有办法，不管是在国内或是国际上来挑战更好的荣耀跟成绩。梁家昌也完成了这一次的世职。接着看到是台北市选手杨振龙，杨振龙第一次世职的成绩是来到8公尺23，不过台中市的选手林佳妍第2次世职的成绩是8公尺53。哇，8公尺58！我目前战绩第一哦。台中市的选手林克俊，林佳妍在
上一届有9公尺34的一个实力。裁判为什么把他拿红旗？他在铅球还没完全落地的时候，他重心没办法稳，他就马上离开他的位置。一般是要你铅球落地以后，你才可以从后半来离开。所以在他的铅球还没落地前，他就已经走出了这个市值区。所以现在等一下最后一次林佳妍跟梁家昌林克进2个就有拼了哦。接着看到新竹县的选手詹祥青，屏东县选手古连潮，台中市选手梁家昌，前面最好的成绩是7公尺58。这一次的成绩7公尺31。台北市选手杨振龙，现在是排在第3。杨振龙第3次试值的成绩是8公尺27，这一次来到了8公尺30。接着就要看到前2名之争了。首先看到的是林克俊，目前是领先保持者，他的前一次试值是8公尺58。对自己的表现应该不是非常的满意哦。确实这次试值的成绩是6公尺99。就看大会纪录保持者林佳妍了。他第2次试值的成绩8公尺53，小幅领先，排在第2。
JY 没有机会了。所以在男子 F46级铅球的决赛，最终就是由台中市选手林克俊以8公尺58的成绩收下金牌。那么第2名是刚刚看到的台中市选手林嘉妍，是以8公尺53的成绩收下银牌，铜牌则是由台北市的杨振龙拿下。接下来让我们再把镜头转回竞赛场上，我们来看到肢体障碍男子组800公尺 T52级的决赛。在 T52级800公尺的决赛，会有3位选手要来登场。3位选手包括了将在第3道来出赛的台南市选手吴正友，第5道的台中市选手林建宏，以及在第7道要登场的是台中市选手黄景宏。在轮椅组的部分呢，起跑之前都必须要确定轮子是不能够超越起跑线。3位选手准备就位，张响起跑，来看一下3位选手的表现。在最外道的是台中市选手黄景宏，中间第5赛道的是台中市选手林建宏，内道的则是台南市选手吴正友。800公尺 T52级决赛，这项比赛共3位选手参加，分别是台南市吴正友、台中市林建宏、台中市黄景宏。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是由林建宏选手保持3分47秒61的成绩。台中市选手林建宏速度保持得很不错，现在已经来到了第2个弯道。除了不断的要调整它的一个位置，对，在方向上都必须要稍微的去调整一下。来看一下400公尺的时间，1分59秒，进入到最后一圈。跟在后头的是另一名台中市的选手黄景宏。感觉得出来非常的累哦。哇，第一名已经追过那个第3名1000了。我们在今天的田径场上也看到了套圈的情形。不过所幸这一组别因为参赛的人数不多，所以套圈并不会让选手当下有太多的影响哦。全国纪录是由林建宏所保持的3分47秒61，要突破恐怕是有点困难。对，因为他刚才第1圈就将近2分钟了。
进入最后一个弯道。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了3分半。看得出来林建宏每一次稍微的调整自己轮车的方向之外，其实在呼吸上也都还在做调整。哇，真的很喘哦。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冲刺，虽然没有办法刷新自己写下的全国纪录，但是这个金牌就在他的面前了。恭喜林建宏以4分13秒27，在 T52级的800公尺决赛收下金牌。那么刚才 T34的刘星奇，桃园的刘星奇就比较快了。接下来继续看到台中市的选手黄景宏。虽然很累，但是场边也都有队友跟教练团在帮他加油。加油加油！最后的直道。台中市选手黄景宏马上就要通过终点，顺利的完成今天800公尺的比赛。非常不容易哦，通过终点之后也是完全气力放尽，手部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再抬起来了。所以也是由教练在旁边协助，直接带出场地。然后我们要继续来看到肢体障碍男子组800公尺 T54级的决赛。在 T54级800公尺的决赛，稍后会有4位选手要来登场。前面有提到，今年是第16届的身心障碍全国运动会。那其实今年呢，在运动种类的部分总共是有举办16个运动种类。那回顾到最初第1届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是在民国83年。第1届的时候是由高雄市来承办，当年在竞赛项目的部分只有7项，所以这些年来其实在举办的这个竞赛项目的部分也是有不断的增加。今
今年的举办项目除了我们这几天看到的田径之外，那另外包括了游泳、射击、羽球、保龄球、轮椅网球、桌球、地板滚球、篮球、健力与射箭。那另外还有特奥的部分哦，特奥有保龄球、特奥羽球、特奥滚球、特奥轮鞋竞速和特奥篮球。今天在田径第4天，也是最后一天的赛程，我们接着要来看到肢体障碍男子组800公尺第54级的决赛，4位选手已经就位，比赛正式开始。第54级的4位选手，包括在第1道桃园市的选手温吉成，第3道是台北市的选手林荣福，以及第5道新北市选手吕峰和和第7道彰化县选手陈义成。可以看到，在第3道台北市选手林荣福的速度非常的快哦，从起跑就是用尽了全力，现在也来到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在内道的温吉成跟在最外侧的陈义成速度也都不错，不过看看有没有办法紧咬住林荣福。进入到第2个弯道，因为最内侧稍微有点积水，所以选手们都选择来到第2道。林荣福目前维持领先，紧追在后的是桃园市的选手温吉成。才知道两个人其实相距的距离非常的近哦。通过了第1个400公尺，还有1圈，陈义成也慢慢的追上。不过在这个弯道1、2名跟3、4名之间的距离又稍微有点拉开，现在就看看温吉成有没有办法一直紧咬着林荣福，看看最后一个直道双方有没有办法并驾齐驱的回到终点。马上要进入最后一个弯道，现在保持在前面的还是台北市选手林荣福。跟那一天的1500一模一样都是紧追到后面。两个人可以说是实力相当，完全没有办法松懈下来，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看看温吉成有没有办法再加速跟上去。现在还是由林荣福保持领先，林荣福些微的领先，最后的冲线还是由台北市选手林荣福在800公尺第54级来收下金牌。那温吉成比较可惜，虽然一直有紧咬着对手，不过最后还是以大约1个身体的差距来收下第2名。彰化县选手陈义成是获得第3。今天在田径赛程来到了最后一天。那今天所有的田径赛事呢，都会在今天上午来进行完毕。当然，今天的压轴，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期待要来看到的是听障男子组4×100的接力决赛。那接力要最后登场，也就是代表他的比赛张力一定是最高，让大家是最引颈期盼的。不过现在场地正在整理中，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实组报告，真的仅代表我们裁判长跟大家说声感谢。那中午的餐盒已经送到了，如果现在在休息执行完动作的，可以先去领取餐盒，谢谢。颁奖，颁发肢体障碍男子800公尺第34级，获奖的是桃园市刘新奇，3分56秒23，获大会及全国纪录，恭喜刘新奇，恭喜获奖选手，感谢颁奖人。
肢体障碍男子铅球第46级。第4名是台中市的梁家昌，7公尺58。第3名台北市梁建龙，8公尺30。第2名林家妍，台中市8公尺53。恭喜第1名台中市的林克俊，以8公尺58摘下冠军。恭喜不良选手，感谢颁奖人。颁奖颁发肢体障碍男子800公尺梯52级，第2名台中市黄景宏，5分30秒59。第1名台中市林建宏，4分13秒29。恭喜台中市拿下金银牌，恭喜不良选手，感谢颁奖人。
收到。39。对。339，不要补颜色。可以，好了。欢迎您继续跟着 Hub Sports 一起来欣赏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田径赛事。
好，现在已经来到今天上午赛程的尾声。那么看到现在的气温是26度，湿度85%。目前呢还是稍微有一点飘雨的情形，不过雨势跟今天早上相比已经是小许多。那稍后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到在竞赛场上的比赛，包括在听障男子4×100的接力，稍后也要来登场。现在在田径第4天的赛程其实也只剩下最后几项的赛事还没有进行完毕，大部分的赛程都已经结束了。那也代表在这一届的全障运其实整体的赛事已经要逐渐步入尾声。下午的比赛都提前到现在。今天的赛程都是在早上来进行，对，今天的赛程都是上午就会结束的。113年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是在南投来举行，也是这个赛会自从民国83年举办以来第一次来到南投，所以南投县政府其实也非常积极、很用心的在承办，希望能够让这一次的全障运是非常圆满的来落幕。稍后要来登场看到的是听觉障碍男子组4×100公尺的接力决赛。比较可惜在这个部分是只有一组，只有桃园市要来参赛，所以对选手们来说会是要跟自己来竞技，来挑战一下他们的成绩。就像前面有提到的，在听障的选手的部分，竞赛的部分都是会有这个视觉辅助系统来告诉选手们什么时候要来起跑。桃园市的4位选手包括了李逢伟、陈维凯、王世伟以及张宏志，来看一下他们这一次的表现会如何。刚刚的这个起跑是一个测试，第3名王世伟，先让选手先测试一下，然后一样会透过画面上带到这个视觉辅助系统的灯号，红色到黄色以及绿色3盏灯的这个颜色变化，那让选手能够判断什么时候开始比赛。桃园市在这接力的4×100接力的4位选手当中包括了在100跟200公尺都夺下金牌的王世伟。王世伟在这一次的全障运除了100、200夺金之外，另外在跳远的部分是收下了银牌。那么另外陈维凯则是在400公尺夺下银牌，100公尺夺下铜牌。陈世伟在今年2024年年初其实也代表着中华队，代表着台湾到巴西参加世界听障青年运动会。我们决赛单位介绍，第4道的是桃园市。虽然只有1队来参赛，不过对选手们来讲是要来挑战他们自己的最佳成绩。第1棒李逢伟来担当。以往也看到手语翻译老师在提醒着选手现在的任务。准备就位之后，就要来看到桃园市来进行听障男子组4×100接力的决赛。顺利起跑，来看一下李逢伟第1棒，速度非常的快，通过弯道之后，要来考验一下4位选手之间的接棒默契，交给第2棒的陈维凯。陈维凯进入到直道，今年初才参加了世界青年听障运动会。好，马上再交给他们的主力第3棒的王世伟，也是这一次在100跟200公尺双料金牌得主。王世伟通过弯道之后，再交给他们的第4棒最后1棒的张宏志，最后要迈向终点，来看看他们的成绩。全国纪录是42秒75，虽然没有办法突破全国，不过来看一下他们最终的成绩如何。通过终点线，初步成绩48秒30。
恭喜桃园市顺利的完赛，4位选手之间在接棒上也都还算是顺畅。比较可惜一点没有其他的县市能够一同来较劲，有的时候还是有对手在旁边，其实会更加的刺激到选手们画面上王世伟刚刚也参加标枪的比赛，也获得第3名。那这个不是他擅长的项目。好，看完4乘100接力之后，让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跳远的赛场上，来看到的是 T37 跟 T38 级别的决赛。好，刚刚场上正在进行的是让选手的练习热身，马上就要进入到比赛。除了5月份的全障运之外，也希望观众朋友们接下来都能够持续的来关注身心障碍，不管是国内或是国际的赛事。这边看到我们辛苦的裁判群们。这几天的田径比赛，竞赛裁判退场，竞赛的赛事都已经完全结束了。这几天的田径赛事其实前几天虽然都是只有稍微有一点飘雨，不过其实在这边的体感因为湿度比较高的关系所以其实是蛮闷热的。裁判老师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尤其在田径赛事的最后一天又遇到了这样一个暴雨的情形，那都还是要一直不断的去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而且维持比赛的一个流畅性。资深的裁判王顺雄老师今天的协助，所以也要谢谢你，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执法裁判们，当然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不管是我们南投国中的同学们，或是我们其他的志工、其他的服务的单位，这几天真的都是非常的辛苦成绩2分24秒27。刚提到在身心障碍的赛事，包括今年的7月，我们前几天也提到，今年的7月台北市将要来承办听障的世锦赛和世青赛。所以7月份其实观众朋友们就有机会可以在台北进场来观看我们的听障国手们的比赛。那另外夏天的重头戏当然是7月底登场的这个巴黎奥运。巴黎奥运结束之后，随之巴黎帕运也会紧接着登场。届时如果没有办法亲自到欧洲去看比赛的观众朋友们，也都可以透过我们电视的转播来关注，来为我们的中华队的选手加油。今年有超过5000位的选手来参加113年的南投全障运。这次的赛会标志主题是乐在南投，希望能够带着大家是很开心的来参与这一次的赛事。
旁边也看到的我们的摄影记者们。其实在跳远的沙坑后面总是会聚集非常多的摄影大哥大姐。我们前面也提到，其实跳远真的是在这个画面张力上是非常好拍的，往往都能够让摄影的大哥大姐们拍出一些神级大作来。我们这几天现场的播报人员也是非常的辛苦。是不是由我们教练或者是工作同仁到防护站的分级审查室，向他们去借2只大把的黑色雨伞，如果有跟我们工作人员借的话，麻烦请归还，谢谢。这一次南投全障运除了在获奖选手会获得一只大会吉祥物酷比熊的娃娃之外，其实在这个奖牌的设计上也是相当的特别。在这个奖牌的设计是以南投的好山水有如诗画般的这个设计主轴，高山潭水层叠的方式来呈现奖牌跟南投县多层次的美，那也结合了日月潭的波浪形状来融合南投县在地特色的一个奖牌。那它的寓意是选手们挑战极限突破自我，就像是阳光一样如此的抢眼。所以当选手得奖者能够挂上奖牌那一刻，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也象征选手在赛场挥洒汗水，努力坚持不懈，不放弃获得的珍贵荣耀。好，场地整理完毕，马上就要来看到在男子跳远 T37 跟 T38 级的赛事。首先来看到的是新北市选手杜博宇。第一次的试跳。成绩是3公尺42。接着登场是台中市选手郭长威。郭长威也参加蛮多项比赛的。试跳失败。下一位登场要看到的是台中市选手陈颂恩。
其实是没有踩到起跳板哦。第一次试跳的成绩2公尺65。好，接下来要试跳的是代表金门县的林博挺，也是大会纪录保持者3公尺84。哇，可惜哦，重心有点往后偏，所以最后站起来的时候往后踩了一步。2公尺81。下一位登场看到的是台北市选手徐浩全。哇，试跳的是失败的，好，在起跳板的部分踩到了前面红色的区域。下一位登场看到的是台北市选手廖承汉。哦，他不错，他在短跑哦，不管100、200、400的这些项目都获得冠军。那么跳远跟速度是绝对相关的关系。助跑的速度是能够为选手在跳出去的能量上获得更大的爆发力。踩板也非常的精准。目前这个远度是3公尺55，目前是在第一次暂时领先，战绩第2是新北市的杜博宇。接下来进行的是 T38级。有2位选手参赛，彰化县的林宗贤刚刚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彰化县的林宗贤。成绩2公尺01。接下来登场是高雄市的选手肖明杰。感觉只有脚尖稍微的踩到起跳板。试跳成功，来看看丈量的成绩是2公尺94。新北市的杜博宇在第2次准备跳。这次还是试跳失败。
不过杜博宇在第一跳的成绩是3公尺42，目前在 T37级别当中是占据第2。这一组目前领先的是台北市的选手廖承翰3公尺55。郭长威试跳失败，有点可惜哦，连续2次的试跳都没有办法获得成绩。接着看到是台中市选手陈颂恩，2公尺71。金门县选手林博廷要来准备他的第2次试跳。颁奖，颁发听觉障碍男子4乘100公尺接力决赛。3公尺34。陈颂恩刚刚第2跳的成绩，又让他目前是占据第3。台北市选手徐浩全。3公尺12。这是看到目前的领先者廖承翰第2次的试跳，这次试跳失败。接着继续来看到肢体障碍男子组在 T38级的跳远决赛，林宗贤跟肖明杰要来进行他们的第2次试跳。很可惜，林宗贤第2次的试跳失败。接着轮到高雄市的肖明杰，第2次试跳成功，来看一下距离。肖明杰上一跳的成绩是2公尺94。
3公尺01，比第一次还要好，而且这一次还是没有踩到板子。好，让我们把镜头转到铅球的赛场上，来看到视障男子组 F13级的铅球决赛。来看一下吴农斌，吴农斌在这一届的全障运也是包办了多面的奖牌啊。以前获得7面金牌，昨天获得6面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在标枪部分又获得冠军他3铁都有参加但是在标枪是比较好。刚刚第一次试值的成绩7公尺82。接着看到桃园市的黄瑞明，第一次试值的成绩是6公尺30。场边也看到刘雅婷选手，应该是她的赛事结束了，在旁边来观看自己队友的比赛。6公尺93。接着是台南市选手张景祥。教练也在旁边提醒他要往上丢啊，往上推。他都往下压。往上推的话，才能够让距离再远一些哦。我想等一下教练应该会跟他提醒一下吧。接着看到金门县的选手王耀云，这一次推的距离非常的远。来看一下他的丈量成绩，9公尺06。接着是桃园市选手宋文龙，可惜是试值失败。这个组别最后一位登场是台北市的选手高仁杰。
我这一次试纸的成绩也超过了9公尺，9公尺12。哦，如果这个成绩应该目前来讲是最好的。不过高人杰跟王耀云之间的成绩现在是非常的接近哦，所以也要看看他们后续能不能够再突破自己的第一指表现。那么第二次投掷新北市的吴荣斌，我以为8公尺48。848目前是排在第3位。王瑞明的成绩5公尺66。再来是台中市选手吴国豪，第二次试纸成绩4公尺95。93啊。台中市的陈俊南，5公尺72， 6公尺72。好，张景祥，台南市的选手，来看看这次的试纸能不能够推得比较好一点。好，会不会再往下压？好，这次的动作好很多。对。好，第一次试纸可能比较紧张的，所以当时的动作没有做标准，这一次就标准许多。哇，只出了6公尺61，蛮不错的成绩。对。那看看目前排在领先第2位的王耀云，第二次试纸，看看丈量出来的成绩如何。哇，这次的成绩9公尺36，比他第一次的成绩再更进步。目前暂时领先了。再来是桃园市的宋文龙，成绩是4公尺98。接着要看看台北市的高人杰，要加油了他有11公尺的实力要加油了。高人杰的第2次试纸，来看一下成绩的丈量。9公尺44，哇，又赢回来了。
哇，所以今天在铅球的部分，王耀云跟高仁杰两个人互相的激励，紧咬着分数哦。吴农斌第3次的试职。刚才吴龙斌也进步了哦，又到8公尺70哦，一次比一次远。同样的金门县的王耀云以及高仁杰台北市也是一样哦。台中市的吴国豪。接着同样是台中市的选手陈俊南。陈俊南刚刚第3次试职的成绩是6公尺19。来看到台南市的选手张景祥，上一次试职的成绩6公尺61。哇，这次试职的表现也蛮不错的，来看一下丈量出来的成绩。身体的旋转跟摆幅都有帮助到他整个动作的流畅性。成绩7公尺61。哇，不错，从第一次往下压，接下来成绩一直在进步当中。王耀云第3次的试职。哇，9公尺16，虽然还是超越了9公尺，不过成绩稍微下滑一点点。他的最好成绩还是上一次试职的9公尺36。那接下来就看到目前的领先者，前一次是指出了9公尺44的高仁杰，看看有没有办法把领先的幅度再拉大。9公尺29，虽然没有前一次的试职远哦，不过高仁杰跟王耀云其实在稳定性上都蛮不错的，3次的试职都有来到9公尺以上。吴农斌第4次的试职。
裁判这一次又没有排戏了。今天应该是因为这个前面有雨势的关系哦，所以不只是把试值的次数改为了4次，那排序的部分也不去做调整哦。所以都会依照着我们一开始的这个顺序来进行4次的试值。接着是桃园市的黄瑞明。第3位登场是台中市的吴国豪。决赛点，目前暂时领先台南市陈国仁，只出了20公尺零机，把成绩向上提前，目前仍然占据第1。获奖选手，也要谢谢我们的裁判以及工作人员。下一位登场看到的是台中市的陈俊南。其实刚画面都有稍微带到高人杰选手在后面休息的时候跟刘雅婷选手之间的这个意见交流，可能还是对于一些动作的细节，刘雅婷选手也在给他一些建议。陈俊南刚的成绩是6公尺27。接着来看看张景祥前一次试值的成绩7公尺61，看看第4次能不能够超越。对于站位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也确认一下等一下要直出去的方向跟角度。成功的试值。这一次的成绩是6公尺98。来看到1、2名之争了，金门县的王耀云。哇，高度非常的高，不过要来看一下距离。王耀云第4次试值的成绩9公尺，哇！不对，9公尺55，哇，仍然是处于了领先哦，现在是逆转了局面。对，那要看看高人杰如何反应了。刚刚那一次的投组做的相当不错。桃园市的选手宋文龙也完成了他最后一次第4次的试值，成绩是4公尺80。最后就来看看台北市选手高人杰啦，目前的成绩9公尺44，第4次的试值，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么好。
应该还是有9公尺，但是要955好像有一点困难。哇，很接近，哇，9公尺5，到底是5几？57啊，8公尺57，哇，刚前面被挡到了。哇，所以没有办法，最后是由金门县的王耀云在 F13级的铅球收下了金牌。哇，不过王耀云跟高仁杰2个人的这个较量实在是相当的精彩哦。那也为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田径的项目正式画下句点。为期4天的这个田径赛程在今天都已经全数的结束。那也非常感谢所有观众这段时间的收看，非常感谢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副秘书长刘富福教练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我是主播蔡怡景，和台亚卫星的所有直播团队的工作人员们在这边先感谢各位的收看，也祝各位顺心。我们在之后更精彩的赛事再见喽，拜拜，拜拜。